双鱼现，福祸双胎必相挽。杨于是福星转世，承紫薇之气，可保东宫顺利即位。因余乃灾星降世，待破军之煞，此女若不除，东宫地位不保啊！快把这个三星给我扔了！是。对外就称被贼人拐走了。实话，你别怪母妃心狠，怪罪归你命不好。你若真是命硬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阴阳逆转，海天，这明明是福星啊！我乃东宫嫡女，如果大师错判天意，必当作灾星，在外流浪多年。田园为君位，星位做6步。而今太子居东宫，如直白先手尽占优势。使唤，此其何解？太子看似天时地利人和占尽，实则其他皇子太过差劲。只要阿欢换个父亲，帮助父亲夺嫡争储，太子便会急火攻心，自乱阵脚。皇帝共有4子，换想选哪个父亲？楚王圆润奸猾，行事急躁，不同。齐王看似老实本分，实则心怀鬼胎，也不同。而秦王看似纨绔，实则温厚纯良，心系百姓，有继位之资。他最适合做我爹。使唤，你乃天降福星，大齐需要你。我曾公认纨绔秦王为父，与我爹并肩作战，和太子斗智斗勇。如今太子妃的娘家常侍下了诏狱，太子已被禁足，纨绔爹入主户部，而这只是养爹计划的第一大步。阿欢，想什么呢？在想如何养父成龙。如今啊，太子禁足，朝堂之上是安静了许多。本王啊，户部管的那是井井有条。父王，阿欢昨日看画本上写着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太子殿下居东宫已久，朝堂之上万数朝臣都支持。父王，你不可掉以轻心。我知道。太子被禁足，秦王入主户部，今日怕是要变天了。父王，儿臣来迟了。无妨，回来就好。如今母妃的娘家常侍没了，失去了这个挡箭牌，东宫的位置就更加危险了。最近秦王可是出尽了风头，常家真是个废物，连小事都做不好，还拖累了东宫。回头把常家人的尸首都扔去乱葬岗，不然难消股心头之恨。臣下竟要恨常家到这种地步吗？父王，如今母妃是无法再给东宫带来助力，我们得再找一个得力的帮手。天明，姻亲才是最可靠的关系。你该成婚了，你去找你的皇祖母，让她给你挑选妻子。一切都听父王安排。对了，以后做事带上夕颜，她是天师钦定的福星，有她助力，一定能助东宫东山再起。是，儿子知道了。皇祖母，请您做主替孙儿挑选一名皇孙妃。
本宫知道你要回来，已经替你相看的差不多了，最终挑出来了5名贵女，寻个时间让他们进宫，你也瞧上一眼。东宫最近变故太多，只要能给东宫带来助力，孙儿娶谁都行，一切都听皇祖母安排。这5名贵女都是朝廷重臣之女，若要说助力最大的，当属顾家长女顾明流。顾章的长女，你皇祖父念旧，顾家有一个入宫得庙的老将军，日后顾征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正三品骁骑将军。孙儿娶了顾明流，就是娶了整个顾家在军中的威望。太子失去外戚长家，犹如断臂。如果是父王，父王会怎么做？这常家是太子妃的母家，靠姻亲关系相连。东宫若想起事，必定会靠姻亲关系去联系其他世家。太子掌管兵部多年，但下属都是武将，个个性子桀骜，并不服管。所以东宫必定会和武将之女联姻，巩固自身根基。而武将中有适龄女子，就只有顾家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那顾将军为人正直、刚正不阿，在朝堂上从来不站队。本王该如何跟他拉近关系？父王没人脉，可不代表阿欢没人脉。你能有什么人脉？阿欢，你说的人脉在哪儿？你带本王来女学做甚？这就是你说的人脉啊！明珠拜见秦王殿下。免礼免礼。郡主可否赏脸？今日休沐去府上一叙。顾二小姐如此诚心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顾二小姐，你是顾家的姑娘？回王爷，我爹爹是顾征。拜见皇孙殿下，不知皇孙殿下今日到访，有何要事？听闻顾将军有一女儿，年方17，正是适婚年龄。我奉皇后的旨意，我儿还小，多谢皇后、皇孙殿下挂怀。顾将军别着急拒绝。虽然我父王如今被禁足，但朝廷上下都是我父王的拥护者。顾将军要想好这对该怎么治。如果你今日拒绝了我，往后我父王继位，可很难保全你现在的职位。拜见秦王殿下，福安郡主，这是我大姐。顾姐姐，如今年方几何？我比明珠大上5岁，今年17了。行了，那你们跟阿欢玩去吧。本王找顾将军聊聊朝中要事。今日不知为何，大皇孙也来了，现下正在爹爹书房里呢。宋延明也来了。既如此，父王也快去瞧瞧吧。多谢皇孙殿下好意，臣夫人早逝，明流如今还未满18岁，想让他在身边多留几年。难道顾将军是要违背皇后的懿旨吗？聊什么呢？本王能一起吗？本王能一起吗？呀，严明，什么时候从边境回来的？你也不去我府上行礼啊？大伯，我回来的匆忙，没来得及去。今日是向顾将军讨教用兵之道。大伯怎也来了？这不巧了吗？顾二小姐邀请阿欢来家里做客，我便一同来了。你们在聊用兵之道，那正好啊，本王也想学学。哇，你看顾姐姐多漂亮啊，简直是冠绝京城。
我觉得没人能配得上他。啊？哦，是啊，顾将军，顾大小姐温柔贤淑，你可得小心点，别被有些别有用心之人。王爷，明流的母亲早逝，臣又经常领兵在外，府中大小事务都是明流在操持照顾，臣有愧于这个女儿。若谁要想欺负她，顾家就算是举全族之力，也必不罢休。这就对了。若是有人敢欺负阿欢，我就算是豁出性命，也要对方付出代价。毕竟都是娇养着的女儿，谁愿意被旁人算计了去？你说对不对啊，严明？对，顾大小姐乃京城明珠，日后也不知谁有幸能娶到她。爹爹，莫不是要赶女儿离府？爹爹不是答应过女儿，婚嫁之事由女儿自己决定，我何时想嫁，您再帮我议亲。爹爹何时骗过你啊？当下绝不会给你议亲。我儿莽撞，让殿下见笑了。我上次听皇祖父说，正在给大皇孙议亲，可有找到合适的人选？我父王也能帮忙长长眼。父王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严明啊，这母后帮你选了哪家的女子啊？顾将军，不是看不起你们，这母后眼光着实高。顾姑娘毕竟是丧母之女，可能她入不了母后之眼啊。是我们顾家没有这个福分。顾姐姐，莫要伤心，你一定会找到世界上更适合你的儿郎，就像画本子里说的那样。多谢君主安慰，小女自知福薄，从未想过能嫁入高门，只想寻个好心人，白头偕老。突然想起，我今日还有些事，我先告退。恭送皇孙殿下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王爷和郡主替顾家解围。多谢郡主，多谢王爷。顾将军，按照大皇孙的性子，此事怕不会就此作罢，还是要早做打算。顾将军，需要什么帮助，尽管开口。这都是养女儿的人，本王定会鼎力相助。王爷大恩，唯有以整个顾家作为回报。顾家从此愿为王爷鞍前马后，绝无二心。顾将军，不必行此大礼。父王，那是不是日后我就能经常来找明珠玩了？当然了，顾将军，日后阿欢要多上门叨扰了。郡主天资聪慧，能来我们顾家是顾家的荣幸。明珠也是乖巧的很，这明流啊温柔贤惠，我们也可以经常交流这养女之道了。这女儿家呀，就应该富养才对。对，就应该富养。皇祖母，今日孙儿尚未开口直言，便被顾征拒绝了。清高忤逆哥哥的意思，真是不识抬举。此事可容不得顾家拒绝。当年你皇祖父同顾老将军口头约定要结为亲家，原本你父王的皇妃定的是顾征的嫡妹，可是当年你父王更需要的并非顾家这样的新臣，于是本宫想着法子换了人，为你父王定下了世代簪缨的长家。皇祖母的意思是，既然你父王没同顾家结亲，那这亲事自然要落在你的头上。你只需表现出对顾明流情深意重，接下来皇祖母自会助你成事。谨遵皇祖母教诲。皇孙殿下和顾家千金一见如故，东宫特意前来送礼。臣跪谢皇孙殿下。爹爹，为什么要收东宫的礼？我们顾家的女儿是想娶就娶，不想娶就随意抛弃吗？
当年姑姑本身是要嫁给东宫，后来回头就把姑姑给抛弃了。住口！东宫住着的可是储君。当年太子和太子妃大婚后，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不愿娶姑姑，因为他们姑姑被耽误了5、6年方才入嫁，储君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明流，是爹爹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就是拼上我这条老骨头，也不会让你嫁给不想嫁的人。我这就去面见圣上。明珠，我方才在来的路上听到人们说，大皇孙送了不少东西到顾府，还是指名道姓给顾姐姐的。消息竟然传得这么快，爹爹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顾姐姐，我能瞧瞧送来的东西吗？若是我相中了，你能否割爱送给我？自然是任由郡主挑选。这个也太漂亮了吧！顾姐姐，这些我都好喜欢，我全部搬走来。进来，把这些都给我带回秦王府。顾姐姐，下次要是还有这样的好东西，记得叫我过来。回府。阿欢，这些你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？宋延明给顾将军府送的，顾将军送给我了。我猜应该是东宫之前惹怒了我，为了讨我欢心，特地通过顾家来给本郡主赔不是。郡主啊，这明明就是东宫送给顾家的聘礼。若是东宫知晓您编的这套说辞，只怕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。我不管，这就是给本郡主道歉的。讨本郡主欢心，自然是要多下功夫的。就算宋延明再多送几次东西，百姓们也只会觉得在情理之中。不过，这也只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。至于如何真正让顾姐姐脱困，怕是还得再想想法子。只要想法子坏了宋延明的名声，这东宫自然就没有脸面再去找顾小姐提亲了。而且这法子也多的是，比如让宋延明和宫女私通，或者是和你家闺秀私定终身。我当年就是被皇后陷害和宫女私通，导致我名声扫地，一蹶不振。这个宋时欢次次坏我的好事，本宫竟不知这野丫头如此滑头，真是不好对付。大哥，那咱们还给顾家送东西吗？当然要送，不仅要送，还要严明你亲自去送。你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，你要娶顾家千金。大哥，现在库房里的东西可都是夕颜喜欢的，现在都到了那个野丫头手里。夕颜，委屈你了。如今东宫处境不妙，不能像以前那样由着性子来了。郡主，这是今日宋延明亲自搬过来的，一分全部给您送过来了。不错不错，已经送给我5次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东宫是不是疯了？这日子不过了，感觉把整个东宫的名贵物件都送了过来。这宋延明啊，现在迫不及待要得到顾将军的支持，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轻易罢休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对，
秦王殿下，常夫人，想必你在这儿服刑，东宫的人也没有人来看你。秦王殿下不必理解。说到底，我乃太子妃的兄嫂，我与东宫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是吗？你舍得你这一双儿女？你这儿子刚满3岁，女儿正是豆蔻年华，他们也要陪你去死。常夫人恐怕还不知道，这皇孙殿下如今在另谋姻亲，东宫看是要放弃常家这个弃子。不可能，明明表哥早就和我私定终生，发誓非我不娶。不会的，太子说过会保我常家。如今常家身陷囹圄，自身难保，东宫又怎会救你们无用之人？他们现在想的当然是要寻找更有权势的姻亲。常夫人，本王虽为纨绔，但是最讨厌的就是背信弃义之人。常夫人若是相信我，本王答应你，我可以保下这对儿女。皇后已经下旨，明日举办赏花宴，京城的各个贵女都会过去。你猜，这是不是要给皇长孙招亲啊？娘，明明表哥不能娶别人。明日赏花宴我要出去。若是常夫人不想合作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慢着，你真能保我儿平安？你没有别的办法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明日我带他们出去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凭什么？陛下，今日难得春光正好，臣妾设下这赏花宴，来一睹京城贵女们的风采。这事儿你操办吧。听说皇后娘娘这一次就是为皇孙殿下选妃而来的，也不知哪家的姑娘有这福气。还能有谁？顾将军手握兵权，他家的女儿顾明流可不就是最好的人选吗？听闻顾将军剑术超群，明流作为将门之女，想必也习得一二。严明刚从军中回来，自幼习武，本宫提议让明流与严明一同射箭，诸位意下如何？皇后娘娘这个主意甚好，皇孙殿下与顾姑娘郎才女貌，若是一同射箭比拼，定是一段佳话。臣女常年在家，不曾跟父亲去过教场，也并不会射箭，技艺粗浅，明流怕是要在众人面前出丑了。虎父无犬女，顾将军乃是国之柱石，骁勇善战，他的女儿怎么可能不会射箭？皇后娘娘谬赞，不过臣女真的不会射箭，还请娘娘另选他人，莫要让臣女扫了大家的兴致。明流，莫要推脱，今日这箭你必须射。既然皇后娘娘都这么说了，明流姑娘就莫要推辞，公主，本宫这剑术在军中也是小有名气，来讲。多谢皇孙殿下好意，只是男女授受不亲，明流不敢劳烦殿下。明流姑娘，莫要让本宫难堪。皇孙殿下这剑术当真是举世无双啊，不愧是皇兄厉害。谁不知道皇孙殿下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谁要是能成为皇孙妃，那可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明流姑娘，该你了。对了，顾姐姐，我来教你。哇，阿欢，厉害呀！
我才刚学几天，没想到还挺准。真是太厉害了！十欢郡主刚刚学射箭，就射得比皇孙殿下还准。这有何难？顾姐姐，我来教你。拜见皇祖父、皇祖母。月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阿欢听闻母后办了赏花宴，胡闹着就要过，我带着阿欢来开开眼。皇祖母，不是赏花吗？我怎么看着皇孙殿下在逼着顾姐姐射箭呀？皇孙殿下是要比射箭吗？不如我们俩来比比。宋时欢，莫要得寸进尺。阿欢，不得无礼。今日设宴，一是为了赏花，二是为了给你延明哥哥择妃。宁流姑娘今日一见是知书达理，模样也生得俊俏。延明，你说呢？表哥，等我，你不能娶别人。孙儿今日见到顾小姐，只觉得人比花娇，一见倾心。皇孙殿下这话倒是动听，可顾姐姐是顾将军之女，顾家满门忠烈，若联姻对象在外拈花惹草，行事不检点，不仅会寒了顾将军的心，更会让朝堂上下质疑皇家的信誉。宋时欢，休要含血喷人，本宫光明磊落，何曾与旁的女子有过不轨之事？光明磊落，严明，你可真敢说？那你可敢当着众人的面发誓，说你自始至终都没有不轨之举，无愧于心吗？宋延明，在此发誓，绝不和任何女子勾连。若违此事，不得好死。够了！瞧瞧，多般配了一对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。本宫今日便做主。表哥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长灵儿，你不在昭狱内忏悔，跑到这里来做甚？来人，把他撤回去！表哥，你为何变成现在这样？你以前明明待我很好，说这个世上我和福苑郡主一样，都是你最重要的人。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本宫堵上！以前常家是东宫最大的助力，现在你们常家怎么可能配得上我？赵玉的狱卒是如何办差的？竟让罪无可恕之人跑了出来！长灵儿，你若继续胡闹，休怪本宫不念及旧情。阿欢，你……皇祖母息怒，常家那3岁的小娃娃高烧不退，父王心生怜惜，所以常二小姐，你凭空污蔑我大哥，小心挨板子！我没有污蔑，表哥最是在意我，我屋子里摆的字画都是表哥亲笔，还有我素日点的熏香，也是表哥特地命人调制的，说最称我。长灵儿，疯了！要是不想死，就给我闭嘴！若是没有表哥，我宁愿一死了之。表哥，你明明说过会想法子救我出来，可如今看来你都是骗我的。这么多年的情分难道都是假的？你分明说过日后要娶我过门的。简直胡闹！来人，把他嘴堵上！住手！方才常二小姐说的字画和熏香，压根无法证明，空口无名也有可能。大哥放心，我一定会证明你的清白。我可以自证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这是你给我的承诺，表哥，你还为我负责。今日让大家见笑了，不如改日再来进宫赏花。是，臣女告退。严明，这些字画本王一看，确实是出自你之手。莫非你真的和常二小姐私定终生了？你居然背地里这样，本王都替你皇祖父伤心了。严明，朕往日只觉你沉稳，没想到竟做出如此荒诞之事。皇祖父，孙儿只是把她当作像夕颜一样的妹妹。当做妹妹，你还要娶人家？这事情要是传出去，还有哪个清贵人家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？孙儿，虽然长灵儿是罪臣之女，
身份上如今同你并不匹配，但是你也不能把事情做绝。严明，孙儿谨记皇祖父教诲。不信，说严重点就是品行不端。皇上，刚才那些贵女们都出落得漂亮极了，其中顾将军的长女顾明流，臣妾瞧着那是聪慧稳重，严明也觉得极好。顾征的女儿。是啊，臣妾突然想起当年皇上还和顾老将军有个口头婚约呢。当年呢，灵儿没有福分，若是严明能娶到顾家女儿，可真是一桩家事。家事？皇后如今上了年纪，脑子糊涂了。今日常灵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闹上一出，你现在想到朕把顾家的女儿赐给严明？皇祖父，孙儿是真的心仪顾小姐，还望皇祖父成全。是想结亲还是结仇？顾征是什么脾气，你不知道吗？是，严明，方才众目睽睽之下和常灵儿不清不楚，顾将军知道是万万接受不了这桩婚事。父皇，您若是此婚，小心顾老将军晚上爬进您的梦里。混账东西！就顾老头那臭脾气，我若是当真把顾明流赐婚给严明，说不定还真会跑到我梦里，指着鼻子骂我。皇祖父，你就帮帮孙儿吧。孙儿若是能娶到顾小姐，一定会对她好的，不会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但常灵儿的事，是孙儿一时糊涂，不忍让她失望，方才承诺那些话。但孙儿从来没有对常灵儿有半分男女之情啊。上次我去顾家找明珠玩，严明大哥也正巧在顾家呢。当时吴父王还说，顾姐姐年幼失母，怕是不足以成为皇孙妃。当时大哥也没出言反驳呀，可见也没有那么心仪顾姐姐。许欢，你一个10岁的娃娃懂什么？我哪里不懂？父王疼爱我，所以容不得我受分毫委屈，以及心仪顾姐姐。为何当日不替她说话，反而容她自贬？阿欢说的对，父王啊，我看这严明啊，就是小孩心性，图一时新鲜罢了。我不是孩子了，你看看这说话多孩子气啊！行了，朕可没脸办这个事情。你要是不死心，自己去跟顾征说。俗话说，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欢儿年纪小便罢了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严明是你亲侄儿。我说的对，只是不知道本王当年的婚事是哪个缺德鬼给搅和的，如今也不见遭什么报应。看来这毁妆婚事也不是什么大事。玉儿又在说笑了。皇祖母，现在怎么办？本宫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孙辈？常家不过是工具罢了，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亲信，不需要他们之时他们就是野狗。你敢和常灵儿私定终生？皇祖母息怒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母妃出自于常家，所以她希望我们能与常家交好。我和常灵儿的事，是我母妃一早撺掇的。太子妃也是个拎不清的。严明，你记住，女人如衣服，权力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。为了权力，常灵儿也好，太子妃也罢，皆可如婢女般舍去。孙儿谨遵教诲。去查查，秦王是怎么和常家又扯上关系的？是，皇祖母，定是秦王府的人故意搅浑孙儿的婚事。前几日，孙儿去给顾小姐送东西，最后都落在宋时欢手里。我想，他们肯定是担心顾家的兵权会落在东宫，所以处处阻拦，所以故意让常灵儿有机会跑出来胡说八道一通。果然是好算计。以前的秦王府哪里有这样的心机？莫非秦王府里还有高人在背后指点？皇祖母，孙儿一定要娶到顾家小姐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法子，都要把人娶回来。既然明的不行，那我就来暗的。
严明，皇祖母一定会帮你的。既然当年可以帮灵儿娶到常家女，那如今也一样可以帮严明娶到顾明流。下个月我的生辰宴就是个好机会。多谢秦王殿下昨日在赏花宴上帮明流摆脱危机。臣夫人早逝，只留下这一双女儿，她们就是臣的命。臣只希望她们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养女儿吧，就是要宠，他们要什么，咱们就给他们什么。对，这养女儿，本王最有经验了。这阿欢刚来王府，就爱看画本，什么都不懂。那本王是从史书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。你看看现在阿欢，什么都会，多聪明！你们聊什么呢？没什么。秦王大恩，臣没齿难忘。天色不早了，臣妾告辞。好，慢走。阿欢，我们一会儿去拜见一下皇祖父，顺便提一提兵部的事。兵部？这顾将军已经向我表忠心，我也不忍心让他继续跟着太子王，那不得跟着咱们吃香的喝辣的。走。儿臣拜见父。拜见皇祖父。父皇，儿臣想要掌管兵部。什么？你不但要户部，你还要想管兵部？对啊，这太子如今不是在禁足吗？他也操不了兵部这颗心，儿臣为他着想。那你说说，什么想法啊？就是这太子当下最重要的事嘛，就是把自个儿屋打扫干净，才能…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对，阿欢说的对。这太子的长子宋延明背信弃义，都长歪了。要是再继续让他掌管兵部，那不得兵部他乱套了吗？而且父皇您忘了，当日东宫强娶顾征的女儿，这顾明流回去肯定要跟顾将军说啊。这顾将军那可是守卫咱们大齐疆土的功臣，东宫这强取豪夺的，儿臣是怕寒了功臣的心啊。纨绔父皇竟然比我想象的更适应朝堂，看来养父征龙计划要加速了。父王如今太上道了。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朕再想一想。哎呀，父皇，你且想啊，儿臣现在与顾征走得颇近，要是继续把兵部给太子，这二弟那小心眼的，朝堂上肯定要给顾征穿小鞋啊。你说要是给三弟四弟，就他俩那窝囊的样子，怎么镇得住兵部的牛鬼蛇神啊？这么看来，您这几个儿子都不怎么样。滚！父皇，儿臣这就麻溜的滚了。您且慢下。滚！皇祖父，阿欢以后再来看你。这混账所说的也是最近令我夜不能寐之事。兵部的确不能再由太子来掌管了。父王，太厉害了！看见了吧，阿欢，有时候直言不讳才是最好的办法。父王好生聪慧。你皇祖父虽说他要再想想，但是这最后兵部肯定会交到我手上。趁着宋灵还在禁足，赶紧多捞点好处。这就叫趁他病要他命。
就是要他命。养爹计划第8步：趁火打劫。母妃，如今秦王府的圣宠越发浓厚，夕颜是福星的事，是时候告诉皇祖母。皇祖母若是知道，定会为夕颜、为东宫出谋划策。母妃找皇祖母，有机会说一下福星之事。宋延明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你怎么不去说？可若是夕颜过得不顺，那又如何庇护东宫呢？我是你的孩儿，您就不能替我想想吗？那为何你不去说呢？宋延明，你明知道泄露天机会遭到反噬，却依然让我去说。宋延明，10月怀胎生下你，与你是有生养之恩的。那难不成要父王去说吗？我是皇孙，我去说也不合适。好一个不合适！如今只因常家落败，你便觉得我没有用了。景阳想要你父亲另娶侧妃，还有你，一切的抛下灵儿，想用大婚来获取新的助力。宋延明，我可是你的母亲。可若是母妃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夕颜是福星的事情，必须是母妃去说。娘娘，大皇孙竟是一时钻了牛角尖。嬷嬷，这世上哪有如此对待母亲的孩子？我生他，恨不得把天底下最好的东西呈到他面前。如今只因常家落败，他便对我弃之如敝。日后我还能指望他什么呢？嫂嫂，这才几日啊，你如今却变得如此憔悴，我这就让东宫把你们……东宫是不会管我们的。灵儿和正儿，秦王殿下已经保了出去，你替我好生照料着，他们也是常家最后的希望了。他们竟然是秦王保的，想要我常家为东宫肝脑同步，最终却落得这么个下场。阿欢，太子妃娘娘，阿欢，好孩子，你好像又长高了些。娘娘有何事？我想跟你说说话。阿欢，你最近吃的好不好？穿的衣裳可是自己喜欢的？还有，娘娘问错人了，这话该问东宫的孩子。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一见到你就没有好好待你。如今母妃知错了，你原谅母妃一次好不好？母妃发誓，一定会待你如同珍宝。二弟妹，本王的女就不劳烦你视为珍宝。二弟妹，你已经有3子1女了，还不够吗？那都是一群吸血的恶鬼。娘娘，我并非大度之人，做不到原谅二字。我之妻整日身上都是一股酒气，如今却是剑眉星目，隐隐有了几分尊贵的气质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你，竟然是你！父王，我们走。阿欢，这是我及笄之时，我母亲送给我的及笄礼。你带上它，玉有灵性，能保你万事无虞。
错境难圆，天意如此。阿欢，我们走。原来真正的福星是阿欢，所以阿欢进入到秦王府以后，东宫殿噩耗不断，事事处处都极为不顺。本宫的荣华富贵，太子殿下许诺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还有3子1女的恭敬孝顺，不过都是在常家的助力之下，殿下为我营造的谎言罢了。宋灵，既如此，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东宫沉沦。东宫苍楼，七宿光芒暗淡，房宿更是混乱不堪。荧惑、守信、卫信、巨献、冰块要易主了。父皇啊，这个兵啊，就跟以前我们斗蛐蛐那是一样的，只要把大的跟小的放一块儿，你们刷，一顿干。那话本里告诉你。所谓兵贵神重，那就是要打呀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兵官秦王天纵英武，深谙兵机操略，素有治军之才。凡兵部上下，俱听秦王号令。儿臣接旨。郡主，天儿太热了，奴婢给您加点香料，能让人心里静些。不过香料用起来的确要慎之又慎，宫里许多人都毁在了香料上。毁在香料上？是啊，有的香料能让人陷入幻觉，有的能让人陷入沉睡，还有的能让人无法生育。还有我苏芮点的熏香，也是表哥特地命人调制的，说最称我。宋延明，你一开始就在防着常家，东宫从来没想过让常家成为后座。郡主，迎春，你能变香吗？能，随我去一趟常家。那日御花园里，常灵儿说自己闺阁之中用的香都是宋延明特地命人制的，就连宋希言都不曾让宋延明为之特地制香，所以常灵儿成年用的香是有问题的。结合上辈子常灵儿嫁给了宋延明，原来东宫从一开始就只打算利用常家的权势，那太子妃也是一颗彻头彻尾的棋子。走。迎春，你仔细瞧瞧这些香料，可有问题？这香料里面有极重的麝香，常年吸入此香的女子将有无子嗣。当年东宫在宫宴上给父王下药，污蔑父王同宫女私通，而如今皇后生辰宴在即，不知东宫是否还故技重施？不如借此机会还父王一个清白。太子妃若能倒戈，此事便会事半功倍。这些香料就是秦王府送给太子妃的大礼，
但凡太子妃有几分人性，也会狠咬东宫一口吧。阿欢，阿欢，本王要去趟东宫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父王，你去东宫做事？这不是你皇祖父把兵部交给我了吗？那我不得跟太子取经，讨教讨教？我这真是个幼稚爹呀！正巧，我有事要去东宫。啊？我有一件东西想送给太子妃。给太子妃？长灵儿只是宋延明的棋子罢了。我们在长灵儿的房间发现了大量的麝香。还真的是一份大礼呀！七喜，来，你去把梅老头叫到东宫，就说一会儿太子可能会突发恶疾。是。还是父王思虑周全呀。二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哟，又白了不少。这关在屋子里闭门不出的，确实能让人变白啊。就不像本王了，自打出生就这么白，晒都晒不黑呀。你今日过来，就是为了姑变白了这么芝麻大点的事吗？本王今日过来呢，就是想要告诉你，父皇已经把兵部交到我的手里了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姑执掌兵部多年，从上至下无一不从。况且父皇已经罚我禁足，这件事就算了啊！不是你身为太子，怎么还这么单纯？看来是这么多年本王让你懈怠，做事毫无骨气，没有半分谨慎。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已不再是那个纨绔奴隶，如今手握兵部和户部，明日走朝的时候，便会昭告天下。不对，你不是宋玉，宋玉根本就不可能有如此谋划。我当然是宋玉，以前的事我可都记着。今日就是过来告诉你一下，从前的账，你我兄弟两个慢慢算。阿欢，你来了，见过太子妃娘娘。快过来坐。我这就让下人给你热一碗牛乳，再让小厨房给你上一些糕点。皇祖父把兵部交给了我父王在同太子商讨兵部之事。交给你父王也好，东宫确实管不好兵部。迎春，把东西拿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从程二小姐闺阁之中拿到的香料。这香料是谁送的？娘娘应该心知肚明的。灵儿所用的香料，向来都是严明亲自令人送去常府的。这些香料里含有大量的麝香，若是女子经常使用，这辈子也无法拥有子嗣。麝香？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的！若是常家没有出事，灵儿就是板上钉钉的皇孙妃。严明，你怎么会不想要一个嫡子呢？娘娘若是不信，梅太医就在外面候着。若是宋延明一开始就忌惮常家，想要他的嫡子是别人生的呢？那我常家算什么？那我算什么？若是大婚后，常二小姐迟迟无法诞下子嗣，届时迎娶新的皇孙妃只会更简单。我常家待他们不薄，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？阿欢，你不会平白无故的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个
能让娘娘报仇的机会，就是不知道娘娘是否愿意。我愿意。当年，彼时的宋灵还没有被立为太子，承诺我此生仅我常家女一人。有了我常家的助力，宋灵很快就入主东宫。一晃这么多年，东宫后院再无其他女子，我便以为自己觅得了有情郎，谁曾想，竟是落入了一张满是谎言的陷阱。我要知晓在生辰宴上，皇后和宋延明的全部计划，事无巨细。当年我父王被算计和宫人私通，若非如此，嫁给父王的便是娘娘了。所以这一次生辰宴上，我必要让当年算计父王之人现出原形。我一定助你。严明啊，回来的正好。你父王啊，这什么心情？两句天就急成这样，你啊，好好劝劝他。不行啊，提醒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？行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本王该走了。不用走，不用走。父王，你没事吧？我一定要去找父王，讨一个公道。父王，就算皇祖父把兵部给了秦王，除了那几个莽夫，其他都是咱们的人，更不会被秦王收买。只要对西岩这个福星好，东宫就一定会崛起的。父王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西岩一定会把我的福气带给你们的。宋玉只怕是对皇位起了心思，立太子是国之大事，岂能儿戏？父王放100个心，只要我能得到顾名流，顾家就会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东宫。届时，秦王就在兵部更立不住。对，西岩是福星，有他在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严明，快叫太医！是。父王，你没事吧？父王，怎么了？兵部，这可是兵部啊！王爷，如今有本事了。哎，我看人真准。不过。这一切还都是多亏了我的谋划呀！这还不是本王自己争取来的，关你什么事？哎，忘本了！不知道是谁在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如果你能帮我征服了兵部，那还有更大的好处。多少钱？就知道钱了。有比钱更大的好处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不能反悔，绝不反悔。哎呀，这个兵部啊，被东宫掌管多年，大多都是太子的爪牙。我们呢，一开始就给他一个下马威，不然这日后就很难立住。有道理。那这具体该怎么做呢？这个嘛，养爹计划第9步，假吃不颠。有了，这招啊就叫做假吃不颠。养爹计划第9步，假吃不颠。兵部之事，朕决定交给秦王。请皇上三思，如今秦王已经掌管户部，若是再掌管兵部，恐怕精力不济啊。钱大人，本王精力充沛的很啊，可不是你这半截身子入土的人能想象得到。
皇上，兵部可一直都是太子殿下掌管，从未出过半点岔子。这不出岔子就行了吗？本王在户部那可是立过功的。再说，这太子不是被禁足了吗？难道你们非得等着太子从东宫出来啊？皇上，秦王对兵部之事并不熟悉，臣以为还是由太子殿下掌管兵部最为合适。臣赞同秦王掌管兵部，秦王行事胆大心细，在兵部会有不少功劳，臣定竭尽全力帮助秦王。满朝文武，就顾将军独具慧眼。不是人啊，官小就可以被忽略吗？宋玉啊，宋玉，难道不是我最先支持你的吗？好了，朕意已决，散朝。臣告退。哎，父皇，那转身也不打声招呼。你说说你啊，去了户部这么久了，可有大臣与你交好啊？有啊，不顾征吗？还有沈清平。沈清平，我看今日朝堂上大臣都快把你给吃了。那儿臣有什么办法？就连你三弟和四弟啊，一旦他们出了什么事情，那朝堂上总会有大臣替他们摆平。哎，可就是你，要不是今日顾征替你说了几句啊，就沈清平的芝麻大点小官，他能帮你说什么？那父皇给沈清平升官。朽木不可雕也。好，儿臣知晓您的意思。但是儿臣进入朝堂坐上，那是为父皇效忠，为大齐百姓做事。那街道营私的事，儿臣做不了。而且，之前肉州一案，纵使百官弹劾，不是全靠父皇您帮我洗清冤屈吗？既如此，儿臣愿同父皇结党。兵部的人呐，或许不会待见你。日后你要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找朕吧。父皇放心吧。儿臣乃堂堂王爷，还对付不了那几个小虾米。父皇你就瞧好了。不过，法子嘛，是沈清平帮着想的。父皇回头帮沈清平升官，就像你说的，他现在官太小了，跟着儿臣身边啊，儿臣都觉得丢范儿。哈哈。父皇，记得帮沈清平升上。怎么第一天就这样啊？天大人，这秦王这第一天就旷工了。秦王果然纨绔至极，连按时点卯都做不到。去查查秦王人到底在何处，是否有去户部？是，秦大人。如何了？各位大人，秦王去女学接端郡主下学去了。胡闹！在等秦王。那这些奏折该怎么办呀？紧押着吧，明日见到秦王再说。父王，您这是一箭双雕啊！不仅同皇祖父表了忠心，还顺带提了提沈夫子官位太小的事，实在是高明啊！只谈一般。官小点怎么了？又不是不会生。阿欢，今日在女学学了什么呀？阿欢参加了考试，拿了第一。哎呀，阿欢真是聪慧，不愧是我的徒弟。阿欢那么聪慧，是因为是我的女儿，不是因为是你的徒弟，就是因为是我的徒弟。我女儿，我徒弟，我女儿，我徒弟，我女儿，我徒弟。今日秦王还没来。是啊，听说在家就辅导孩子。荒谬！这可是国家大事，孩子怎么可能和正事相比？钱大人，您看这些奏折，
怎么办啊？恐怕秦王不会亲自过来，我们得亲自去秦王府请他。钱大人，秦王他这是玩忽职守，我们可以到御前去告状。哎，对，这都第3日，你们以为皇上会不知道？看来皇上对秦王的纵容远远高出了我们之前的想象。这些折子都给我带上，去秦王府请他来兵部。快收拾，都带齐了啊！就说兵部有要紧的事要和王爷商议，你们稍等片刻。本来是想给秦王一个下马威，结果呢，却被秦王给暗暗的给收拾了一番。沈大人已经提前交代过了，要先晾他们半个时辰再说。哼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咱们一起飞飞飞！这再过半个时辰啊，应该就能镇住外面那帮人了吧？王爷，这是大齐的武将名册，当年跟着皇上打天下的旧臣，大多都被东宫笼络了过去，这才是最棘手的。看来想要彻底整兵部，光制住外面那群人还不够，还得再找找兵部的旧臣。哎，你啊，你看本王这张与母后有几分相似的脸，能不能镇住他？王爷，有时候啊，这个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，难以逾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本王就不能学好吗？我都没说。父王，此事说来话长，若是想找那些旧臣，您带上我便是。带上你？找旧臣？为何要带上你啊？父王，我长相相似元后之事，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呀。这都半个时辰，人都来了，秦王居然还不见我们。给我看好，既然老夫即使不要这条命，也要好好骂他一顿。这秦王也太过分了，回头我也要参他一本。参本王何事啊？你袁皇后，请大人请起。郡主和袁皇后实在长得太像。钱大人，钱大人，刚才不是说要骂秦王的吗？说什么了？秦王人都出来了，此事啊就算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和秦王商议正事。对，秦王，进来说吧。王爷，兵部有许多折子需要您亲自过目，是否需要呈现给皇上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些折子，本王要一本一本的看过？回王爷，正是。这么多字，这谁写的？这么多字，拿回去重写。以后这折子要简写，简写。你说啊，这么多字，那么多本，这是要累死本王啊？还是要累死父皇呀？王爷，臣等绝无此心。记住了，这以后兵部呈上来的本子必须简写。谁要是再敢长篇大论，我亲自教他怎么写折子。是，下去。
王爷，我脸上长花了。清平啊，这日后兵部呈上来的折子呀，替本王看，本王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就多看看折子，也能更多的知道朝中要事，为你日后的升官进爵铺好路子嘛。不是你，沈丞相，肱骨大臣。皇上，这才是好的朝臣该上的折子呀！秦王他是如何做到的？王爷放话要亲自去教导，谁也不敢不照办呀。可皇上毕竟是95至尊，若随意处置朝臣，史官史书一笔，势必会留下不小的污点。可换作是秦王，他可不在意这些呀。朕的嫡长子有勇有谋，敢想敢干，朕心甚悦呀。对了，无忌，即刻去朕的司库里把其他的好东西都拿出来，送给秦王府。是。顺便传朕口谕，日后无论是兵部的折子，其他的折子，都要过秦王的眼。是。所有的折子，秦王跟着监国还有什么区别呀？哇，全是好东西啊！这些都是陛下因为如今的奏折简写效果，奖励秦王殿下的。就说嘛，这父皇怎么喜欢这长篇大论的折子？王爷，这个是我整理的老臣名单。要想拿下兵部，光靠钱大人可不够。兵部的人大多都是世代名将，我们呀，必须要让这些退于幕后的老臣折服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行，明日本王就按照这兵部的老臣名单去办。父王，带上我吧。阿欢，你也要去啊？那些兵部的老臣个个都怀着杀气，怕把你吓着。哎呀，阿欢想去，就让他跟着去吧，说不定还会带来更意外的惊喜。钱家如今的掌舵人是钱老爷子，钱生的父亲，东宫的铁杆支持者。本王携阿欢前来拜见钱老爷子。阿欢，来叫钱爷爷。钱爷爷好。阿欢，你就是那皇上那日新认回来的小孙女儿。一直听父王提到钱爷爷您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曾经单枪匹马取敌军将帅首级的大英雄。臣拜见君主。钱老，臣拜见君主。钱老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快坐。钱老，您这要是跪坏了，我可担待不起了。钱爷爷，您近来身体可还健康？好，都好。皇祖父把户部和兵部都交给了我父王，我父王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好孩子，你跟元后几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，现在又是秦王府的孩子，元后对我们这些老臣有大恩。能相似皇祖母，是阿欢的福气。阿欢，削死我母后啊！
君主比您更像娘娘。好孩子，之前在外面受苦了吧？现在回到了皇宫，有皇上在，再也没有人能让你受委屈啦。钱爷爷，我可没有受委屈，皇祖父和父王把我保护得很好。只是，如今我父王掌管兵部，我爸钱将军那边……他敢！让老大过来！爹，大，日后咱们钱家所有人都应该竭尽全力保护好秦王和郡主。爹，老子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吗？无论如何，福安郡主，我们全家人都要保护好喽。当年若非有元后在，我们这些老头子早就没命了。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放心吧，爹。刚才我在秦王府已经见过郡主了，我已经决定跟随秦王一辈子了。那还差不多。阿欢，这多亏了你啊！兵部的那些老臣基本对本王都已经臣服，本王在兵部也算是走上正轨了。你是怎么知道你长得像我母后的？是嬷嬷告诉我的，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。他们都说你长得像极了吗？应当是极像的。本王得你如此啊，上天真是待我不薄啊！阿欢，看来你我本来就有一段父女缘。我和东宫生的一点都不像，不像皇祖母，也像父王。阿欢，你放心，本王一定会护好你的。别光顾着吃啊，来。哎，王爷，别喝了，再喝你起不来送阿欢去女学了。哎呀，清平啊，我知道这阿欢长得像母后，也长得像本王。他跟宋玲那厮啊，长得一点都不像。一想到这儿，本王啊，心里就畅快无比。你运气也太好了，之后的几个老臣只需要阿欢出马。是啊。他们都说阿欢长得像你，我已经开始期待这阿欢以后长大的样子了。父皇这家伙太小气了，你就这么一副自画像，他都不让我带回秦王府。不过说起来，母后啊，这当日啊，还是阿欢主动选的我呢。我依然记得，阿欢收东宫是如此百般的刁难的，这不就相当于东宫也在刁难母后你吗？不行，必须要去找他们算账。皇上，父王，
我要见父皇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呢？我要见父皇。父皇，又发生什么事了？东宫，惹我。东宫能惹到你？现在东宫唯一能出去的，只有那个宋延明了吧？父皇，您是不是也知道，阿欢长得像我母后啊？这东宫早就知道了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以前只是单纯的以为是他们不喜欢阿欢，我不知道阿欢长得像我母后，这不就是代表东宫也是对我母后的大不敬吗？父皇，下个月就是母后的忌日了，必须让他们几个在我母后的碑前跪足一日，还有让他们准备祭祀相关的一应事宜。你的母后即是他们的嫡祖母，他们跪拜和祭祀是他们应该做的。对，父皇您同意了？滚！怎么，只许你生气，就不许朕生气啊？儿臣替母后谢过父皇。多谢父皇。下个月就是我母亲的忌日，父皇说了，今年要好好祭奠，让严明、严征还有西颜都要来跪拜。玉儿，再有半月便是本宫的生辰，不如等本宫过完生辰，再来张罗姐姐的忌日，如何？私人的忌日还早着呢，哪里需要提前这么早布置？母后说笑了，我母亲可是严征、严明还有西颜的嫡祖母，他们不曾每日烧香祭拜，以示我。如今父皇恩德，特意给他们一个机会，怎么母后看起来还不高兴？哪有，本宫没有不高兴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日一早就让他们过来跪着，还有祭祀的事情也一并交给他们，让他们好好进行。皇祖母，这太不公平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凭什么要去跪牌位啊？就是啊，秦王府太过分了。跪就算了，凭什么西颜要去跪？母后，你倒是跟皇祖母说呀。母后，西颜出生之时，我们找了大师测算，大师说西颜是天定福星。竟有此事，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本宫的孙女。你是天定福星，本宫还有东宫，一定会重新得宠。姐姐，你的儿子不过就是得宠一时，本宫让孙辈们跪你就是了。但是这后宫、东宫变不了天。真儿，生辰宴上，顾家一定是你的囊中之物。是，西颜是不是福星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三位小主子，这跪也是有讲究的，这背脊呢要挺直，眉眼须低垂，这神色呢需虔诚。老奴会在外面守着，小主们要跪到夜深之时，方才能离开。这分明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们东宫，太过分了！明明皇祖母马上就要生辰了，我们还要对着牌位跪足整整一日。跪拜
需诚心。若是心不诚，小心半夜鬼敲门。宋使唤，别得意的太早。今日孙女想让皇祖父知晓，皇宗母同您并非姐妹情深，恐污了皇宗母的清净，还请皇宗母见谅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跪在这里吗？是因为你们一直针对我，甚至想要毁了我这张脸。宋时花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我得上天庇佑，生的容貌相似皇宗母，而你们却一直想要针对我，这就是你们今天跪在这里的原因。你们要对着皇宗母的灵位好好忏悔，忏悔为何想要毁掉一张和她相似的脸？若是毫无忏悔之心，你们觉得皇宗母在天之灵会放过你们吗？姐妹们，跪就要跪好了，不然皇宗母会觉得你们不敬的。大哥，不会真有事吧？不是，不必怕。迎春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郡主，都准备好了。屋子里的蜡烛是特地准备的，长短尺够燃到夜色初降临之时。屋子的窗纸，所有人走过都会看得一清二楚。去吧。养爹计划第10步：浑水摸鱼。大哥，二哥。人都已经死了，跪在这儿还有什么作用呢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元后娘娘，我不是故意不敬您的，是皇祖母。皇祖母说，宋时华和您生得太像了，一定会抢走皇祖父所有的宠爱，东宫也会因此受到威胁。元后娘娘，我们只是想针对宋时花，只想毁了她的脸，并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。父皇，这东宫果然是教子无方。看来啊，这母后与我母亲也并非如他们口中说的那般姐妹情深。哎，您干什么？这事儿您心里有数就行，别跟孩子一般计较。你是不是记傻了？我没傻，这事儿我心里记着，到时候生辰宴上，我再跟他们一并算账。等过几日的生辰宴上，我要抚琴，也算是告慰皇祖母的在天之灵。郡主可愿在生辰宴上抚琴啊？那想必到时候的场面一定很壮观。德夫子细心教导，我练琴呀也是有数月的，也是时候展示出来了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晓，夫子琴艺高超，并非世人所言的那般。郡主，你看啊，想弹哪首曲子？沈清平，我是不是平时给你好脸太多了？王爷，最近我要教郡主抚琴，你想啊，这往年生日宴上拔得头筹的可都是二郡主，你难道不想今年
郡主拔得头筹？当然想啊！我相信阿欢一定能拔得头筹。你教，看看喜欢哪个啊？这种饼，谢谢。你瞧瞧这沈清平，一副不值钱的样子。王爷在郡主面前的样子，好像也不太值钱呢。这首吧。好，就这个。哎，哪个？这个太难了，你行不行？就这首。这么难？信我的。我是不信他。弹得不错，你退下吧。母后，生辰宴的食材准备，儿媳都已经看过了，还请母后过目。你办事，本宫自然是放心的。届时，京中家世显赫的贵女都会来给您庆生。若是有些出挑的，还请母后替严明挑上一挑。常家出此变故，你还惦记着严明的婚事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常家没了，严明就是儿媳的依靠，儿媳也盼着严明能有个强大的岳家。本宫之前就注意到了顾家之女顾明流。你也知道，东宫之前和顾家是有些恩怨的，若是不用些手段，这桩婚事怕是难成啊。有什么需要儿媳做的，只要能帮严明，儿媳什么都愿意做。有你这句话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顾家之女想必同顾征一样，性子刚戾，寻常办法自然是行不通的。本宫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个法子管用。儿媳愿闻其详。英雄救美。本宫派人去打听过，顾家之女怕水，倘若她不慎落入湖中，而此时又恰巧被严明救下，这可真是一场佳话。母后说的极是。有些事情本宫不便出面，孩子就辛苦你了。是。这折子也太儿戏，真是主仆欠大人。你说这秦王这是什么行事风格？这奏章上就让写这么几句话，这怎么能把事情说清楚啊？就是啊，咱们大齐的官员，大部分都文采斐然，若不写在折子上，皇上怎么能看得见呢？我看呀，就是他自己啊看不懂。柳大人说的对，咱们都知道，秦王自小啊也不学无术，书都没读几本。整天就知道斗蛐蛐，如果不写简单点，他能看得懂？嘿嘿。谁说本王看不懂啊？我看啊，这也不像是办差的地方，倒像是一个街角茶坊，搬弄口舌是非之地。王爷，您何时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在门口听了段评说，听着像对本王不满，觉得本王只会斗蛐蛐似的。臣等都不敢。谢谢啊。是，给他们每人找一只蛐蛐。是。啊，别停啊，接着唠，我还没听够呢。来，你说。王爷，您让人去拿蛐蛐是为何呀？这兵部用不上蛐蛐啊。
每人一只蛐蛐，就在这儿斗。谁要是赢了，今儿可以走；谁要是一直输，就给本王钉在这冰底。王爷，这我们不会斗蛐蛐儿啊！这么简单的事儿也不会？哈哈，你们不是说我只会斗蛐蛐吗？今儿那就让我消遣消遣吧。咬他！对，上啊！哎呀，对，漂亮！走，下一个。呀，钱大人，又到你了，来吧。来，打！打他！哎，对，打！钱大人，不行啊！哎，阿欢，你来了，快看，咋的？父王，他们为什么不办差，开始斗蛐蛐了？他们说从来没斗过蛐蛐，非得让本王教他们。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这事儿可不能告诉皇祖父，被他知道了，又说我太放纵。是他们非要斗蛐蛐的，跟父王有何关系？你怎么死了？钱大人，你的蛐蛐好像快死了。这蛐蛐看起来或许年事已高了。哎，怎么死了？阿欢，这个如何？王爷，郡主，是东宫的小下子。正是。太子妃娘娘命奴才把这琴谱呈给郡主。替我多谢太子妃娘娘。是，回去吧。当年皇后算计父王，为了逼出当年真相，秦王府明日将用同样的方式算计宋延明，因果轮回。可惜东宫英雄救美的美梦注定要破碎了。过几日生辰宴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放心吧，皇祖母，明日我会将东宫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。花儿，如今东宫失势，我们更要在这个时候雪中送炭。如此，我们以后才能借着东宫的事，一会儿你便去坤宁宫，陪二郡主好好聊聊，争取和皇孙殿下见上一面。孙女儿一定拿些糕点过去，等会儿好好安抚二郡主一番。你要争取和皇孙殿下多说几句话，如果有机会，可以直接和皇孙殿下洞房。姑祖母，孙女明白。把花儿嫁入东宫，说是齐王府一直没有皇孙，有花儿在，东宫来日吉利，也能顾念齐王府几分。若齐王府有了皇孙，如今东宫丑事频出，那齐王府也有机会做太子。这么多年，我都被坤宁宫这位压了一头。可若不是坤宁宫有一位死去的元后，如何能做补皇后的宝座？娘娘，东西已经送到齐王府了。梅心，替本宫给大皇孙送碗参汤。娘娘，梅心去处理采买事宜了，奴婢去送吧。既然如此，就等梅心回来再去。是。娘娘，奴婢瞧着最近梅香越发不安分了，总往大皇孙的院子里跑，不如直接料理了他，免得给咱们惹事儿。
本宫留他有更大的用处。最近把梅香看紧一些，不许他和别人接触，这样才能在生辰宴当日情不自禁。是，奴才知道了。高燕，对于这即将大白的真相，你有何感受？本王的感受就是，你要是闲着没事儿，就帮本王批改奏折啊！郡主还在练琴，我一会儿还要过去指导。不过王爷，你心里还是开心的吧？本王这么多年被人构陷和宫女私通，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名，挨了多少板子。本王能背着这口黑锅，还能长这么大，全靠母亲庇佑。啊，我先去找郡主了。哎，你。咱们郡主生得漂亮，今日一定是最夺人眼球的一个。古琴拿了吗？郡主放心，一早放进马车了。养爹计划第11步，反客为主。拜见父皇。拜见皇祖父。阿欢来了，快入座吧。孙女愿弹奏一曲，为皇祖母庆生。准。往年啊，都是西颜拔得头筹，不过昨日本王夜观星象，今年啊，可是另有其人了。大哥干嘛为难西颜一个小姑娘？二弟，你是不是耳朵不好使？说了夜观星象，夜观星象，什么时候为难他了？姑怎么不知道大哥有夜观星象的本事？二弟，那不如我们赌一把，若今年头筹另有其人，哎，你把你太子府的太子印拿到我秦王府，给我垫垫桌脚，如何？真胡闹！太子府印请让儿去。西颜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往年二郡主也不见他弹成这样。二郡主状态不佳呀，弹成这样。宋玉，都怪你。西陵，你可有什么要展示的？西陵，快去给你皇祖母祝寿。孙女为皇祖母献舞一曲。
往日只知二郡主琴艺绝佳，还不知三郡主武技惊人。皇后娘娘真是好福气，各个郡主都是人中龙凤啊！跳得不错，舞姿很美。西陵，这凤钗就赏给你了，过来。多谢皇祖母。他肯定赢不过我的。阿欢，你可有什么要展示的才艺吗？若是能借此机会让宋时欢在皇上面前出丑，这阿欢刚寻回来不久。皇后，孩子们孝心到了就够了。是，皇上说的是。皇祖父，我可是特地为皇祖母准备了一首曲子呢。哦，你竟然会弹琴？既然你准备好了，那不妨弹奏一曲吧。好一首破阵曲呀，弹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啊！大山郡主10岁之龄，竟然能弹出这样的曲子，让臣竟有种重回沙场之感呐！云佑帝是从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吗？父王如今又掌管兵务，将士们的属意极为关键，所以我才采取一首破阵曲。本王的女儿，那真是天降福星。敢问郡主师从何处？你醉心琴艺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听到这么惊为天人之曲呀！师从沈清平，书阅之期太短，我请徐道夫子皮毛之歌。沈清平，朕要大赏。肉粥一事，助秦王平反，于经简奏者有功，又精通高雅之士，进翰理院学士。臣叩谢皇上隆恩。平身吧。父皇，那今年拔得头筹的是？那自然是阿欢呐。二弟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就说本王会夜观星象吧。大哥，你阿欢，到皇祖父这儿来。阿欢，你让皇祖父刮目相看了。多谢皇祖父。真乖。严明，母妃，您怎么出来了？严明，母妃能不能求你一件事？你可不可以娶灵儿为侧妃？这样至少能保住她一条性命。母妃又在说胡话了。如今常家已经定罪，孩儿怎么能娶一个罪臣之女当侧妃？母妃也是常家的女儿，你身上也流着常家的血。你和灵儿的感情那么深厚，就算你娶回来不进她的院子，只要能保住她的性命，母妃都不会说什么。你现在是东宫的人，自然要为东宫着想。至于常家的事，母妃就莫要操心。算母妃求你了。宋英，最后一次机会，
严明，严明，既然你不愿意，母妃也不强求。一会儿，顾家小姐便会出来。多谢母妃成全。我这禁足了1个月，朝中竟然没有了我之前一国太子的位置。大哥，不敬你。哎，二弟啊，本王确实该跟你喝一杯。要不是你这么慷慨，本王也得不到这样的宝贝女儿啊。父皇确实很喜欢阿欢。是啊，阿欢可是本王的福星啊。不可能的，熙然才是福星。贵人恕罪，奴婢带您去更衣吧。好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母后，儿媳吃多了，想出去散散酒气。你这么说来，本宫也想出去走走，大家一同出去走走吧。阿欢也要出去透透气。哎呀，外面太黑了，跟你父王一起去。王爷，郡主，顾姐姐的衣裙可换好了？带我去更衣的工人不知道走哪儿去了，一脚微脏没关系。好吧，咱们走吧。到底是年轻人，本来说是英雄救美，怎么还直接行房了呢？想必是那些不长眼的工人。陈池，过去看看。是。大家莫要让这些阿扎氏败了兴致，陪本宫回羌无殿吧。如今严明和明流有了夫妻之实，我看顾家如何不负东宫。参见皇后娘娘。流怎么会在这里？那里面的人是谁？流怎么会在这里？那里面的人是谁？皇祖母，您这是要回去？是啊，本宫有些乏了。湖边好像有声音。本王去看看。玉儿，工人们之间的丑事，就莫要在这个时候败了大家兴致了。母后，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进退有度。大哥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针锋相对呢？丽贤，你先带大家离开。宫里出了这样的事，是本宫的失职。大家先回羌无殿，本宫要亲自料理此事。是，母妃。宋延明，
宋元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哥，是不是被欺负了？可是我刚刚明明听见是女子的哭声啊！阿欢，快去找你皇祖父，就说你大哥被人诬陷了清白。明明在假山后面藏得好好的，只等顾明流一落水，就第一时间下水救人，为何会变得只有现在这副模样？顾小姐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东宫的。大皇孙为何要诬陷臣女？殿下，奴婢是梅香啊！怎么会是你？殿下，是您拉着奴婢强要的奴婢啊！殿下，您不能不要奴婢啊！是这贱婢算计我，对不对？哎，严明，现在这宫女都已经是你的人，你在这有失风度了吧？大伯，我行得端，坐得正。你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没事啊，等你皇祖父来了，咱们再把事情搞清楚。皇上驾到！皇祖父，我大哥就是在那里被诬了清白。皇祖父，孙儿是被冤枉的，是这贱婢算计孙儿。孙儿身为皇孙，怎么会跟一个宫女私通呢？本王身为嫡长子，当年不是也跟宫女私通吗？对吧？你竟然敢算计我大哥，算计皇孙可是要被满门抄斩的。所以赶紧说话，好证明自己的清白呀！奴婢没有，奴婢是被大皇孙强迫的。一个贱婢，满嘴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他拉出去杖毙！哎，等会儿，母后，当年你可不是这么对我的。那个宫女，你可是要她原原本本的把事情说一遍。既如此，咱们不如也给她一个机会，如何？眼前的场景和当年如此之像。说，若是有半句假话，朕诛你九族。奴婢不敢撒谎，奴婢对大皇孙心生爱慕。方才见大皇孙离席，奴婢以为殿下有些醉酒，所以就跟了上去。见殿下在湖边站了一会儿，又到暗处藏了起来，奴婢心生疑惑，就想询问殿下身子是否有不适，就被一把拉了过去。刚才在戏台上，我被人莫名弄脏了衣角，后来工人带我去更衣，一直往湖边走。我走得慢，被与他走散了。这刚刚严明还把宫女认成了顾小姐，说着东宫要把她娶回去，是吧？混账东西！宋延明，真是朕的好皇孙。皇祖父，孙儿是真的被算计的，方才孙儿意识都不清醒，是有人给孙儿下了药。吴奇，梅之琳来。是。今日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，朕夺了你的爵位。
皇上，梅之临到。皇上，查。皇上，并未发现有任何药物成分。若是今日严明被割掉金带子，东宫便被废了一半了。有个香囊，这香囊跟当年他给星儿准备的一模一样。严明，今日可是有人给你吃了喜饼？孙儿吃了喜饼，是宴会前吃的。大伯想害我！大伯想害我！啊！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见龙知晓当年的真相，还用同样的方式报复。宋玉，你竟敢下毒加害严明！严明可是你侄儿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母后，你莫非有通天仙术？你知晓事情原委？本王想问你，为何会突然提到喜饼？又为何这么确定是我给严明的？还这么笃定喜饼里下毒？大哥，你竟敢质问上卿！当日我在大殿里，我把你送到敌国为质的时候，也说我质问上卿。可当日我并没有做错，今日父王也没有做错。皇祖父，难道只要质问上卿都有错吗？难道就因为当年宋林给我的喜饼是有问题的吗？朕也很疑惑，方才玉儿问的问题，朕也想知道。皇上，朕请问你，当年你给你大哥的喜饼有没有问题？皇上，当年的喜饼绝对没有问题，大伯的喜饼一定有问题。母妃，您相信孩儿的为人吧，我绝对不会玷污顾小姐的清白的。是，母妃知道你没有这样的心思。如果母妃无用，不知要如何帮你。严明啊，母妃自然都知道今日之事，也是母妃亲自送你的大礼了。不止母妃，就连你皇祖母，我们都相信你的为人。皇祖母，你一定知道喜饼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皇祖母，到底是二叔说的对，还是大哥说的对呀？你果然是不一样。只是母后还棋差一招。本宫知道你已经搞清了真相，当年喜饼里的毒是本宫亲自下的，灵儿并不知情。可是今天你为了报复，用同样的方法加害严明，严明可是你亲侄儿，加害侄儿，割去你的金带子也不为过。母后，这喜饼没有查，就是我算计严明，是否为时过早啊？你给严明的喜饼里绝对有问题，还有那个贱婢，她腰间系着的香囊就是有疑。梅灵芝呢？让他查呀！
皇上，这供你腰间的香囊里只是几副寻常的安神草药。梅香，朕是问你，香囊到底是谁给你的？太子妃送给奴婢的。什么？皇祖父，夜深了，阿欢担心您着凉，我们先回紫宸殿好不好？其他人都退下吧。走。常立贤，你居然和秦王府蛇鼠一窝，串通一气！父皇，这香囊是儿媳赏的，只是丽园的下人都有，儿媳并非单独赏给一些。对，娘娘前些时心绪不宁，便特地弄了一些安神的草药。这些阵子娘娘的状态大有好转，便把这些草药赏给我们做成香囊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！常家获罪的事情怀恨在心。我没有，母后，我完全是按照您的吩咐行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顾明玉没有落水，更不知道为什么迷香会送。李贤，你怎么能污蔑母后和严明呢？不知道你性子烈，常家的事情对你打击很大，所以你才会受到大哥的蒙蔽。你若是说出实情，我可以替你求情。多么可笑啊！你竟想让我咬死宋玉，宋玉一起下地狱，你连自己都保不住，还帮他求情。二叔，当年皇祖母设计陷害我父王，如今你又要逼着太子妃陷害我父王吗？顾姐姐那样的好人，你们先是险些杀了他父亲，现在又算计他，一想到是你们生的我恨不得放干全身的血。混账！10岁的孩子，你懂什么？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尽孝。是我们先不要阿欢的，阿欢为什么要尽孝？就算是尽孝，也该尽大哥的孝，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李贤，你疯了！是，我是疯了。我丧心病狂，竟然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。当日见阿欢脏兮兮的，我却只觉得丢脸，从未心疼过阿欢受的苦。因为阿欢圣眷太浓，威胁到了东宫，我便任由东宫对阿欢下手。我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。阿欢，若是那日生辰宴上，我把你护进怀里，在你耳畔和你一声生辰快乐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了？皇祖父，我父王心性纯善，我敢以自己的性命起誓，他绝对不会再给大哥的喜饼里下药。既如此，我也以母亲的亡灵起誓，从我手中出去的喜饼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是下药，只不过没下在喜饼里。这不可能！我宋玉就那么蠢，一根筋的非得在喜饼里下。传太医，我败得一败涂地。哎呦，大哥呀，大哥呀！您说您竟然被硬生生的污蔑了这么多年，我就说，姨母那般纯善之人生下的孩子，怎么会去跟宫女私通呢？哎，老天爷开眼了，我齐王府可是也有皇孙的，若是东宫没了，那我也能争一争。三叔说的是呢，说句不敬的话，父王可是皇祖母您的嫡亲外甥，您的心
才是最狠的。您瞧瞧，大哥什么时候这么伤心呀？大哥呀！把手放开！父皇，如果当年没发生此事，大哥娶的便是常家的女儿，如今东宫里住的肯定是又嫡又长的大哥呀！老四，王姑这么对你，你敢背刺姑？二哥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！昔日便是母后此计得逞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，所以严明才会误入歧途，闹出今日的事。如若今日不严惩，这如何警示皇家其他的孙辈呀？我一想到大哥一直是形单影只，我就心里难受啊！四叔这搅屎棍子搅得妙哉啊，直接把当年之事和太子周围联系起来。皇上，臣妾和姐姐姐妹情深，当年臣妾也是一时被朱由蒙了心，姐姐最是大度，若是姐姐还在，一定会原谅臣妾的。姐妹情深，皇后这么多年真是看错了，以为和阿芬是姐妹，就会和阿芬一样纯良的德行，真是瞎了眼。来人，去坤宁宫取皇后册宝。父王，万不能废后呀！母后执掌东宫多年，没有功劳有苦劳，就算看在薛家的面子上，万不能废后呀！你指皇后小徐氏品行不端，谋害皇嗣，今废除皇后爵位，贬为嫔，暂居静思宫。徐家一个皇后就够。当年的账是算清楚，那今日的账呢？严明，我身为你的长辈，却空口无谢我是被冤枉的。父皇，严明现在的处境和当年的大哥有何不同？你是放他一马，说不定明天就查明真相，是要让严明步上大哥的后尘吗？宋陵，朕封你为太子，不是让你有更大的本事算计你的兄长。这让朕太失望了。既然东宫当年挖空心思想去常氏，那朕今日就把长灵儿许配给你当正妻吧。一个正妃是废臣之女的皇嫂，跟废了有什么区别？父皇绝对是在故意恶心你。兜兜转转，宋延明竟然还是上辈子一样娶了长灵儿为妻，真是因果报应。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子。父皇英明啊！这严明啊，和常家二小姐自小青梅竹马，现在皇家也不嫌弃常二小姐，依旧风光大举。这我相信啊，百姓都会夸赞皇家有情有义的。朕不想再知道东宫和阿欢，是再犯，朕绝不轻饶。太子妃同样品行不端，将为侧妃。滚！严明与长灵儿的婚事，交给齐王和齐王妃尽管操办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给办得风风光光。这前些年是朕不对，没有坚持相信你的清白。
说吧，想要什么补偿啊？这第一，将真相在朝堂上公布，还我一个清白，这是自然。第二，重新修缮坤宁宫，里面只能有我娘的东西。父皇，你该不会还要再立后？朕不立皇后，这还差。这第三吧，在母亲忌日那天，你得亲口告诉我，您错怪了我这么多年。你行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这一时没想好。哦，对了，给我们秦王府一块免死金牌，留着碑谷。宋月，你要免死金牌干什么啊？你是不是又要做一些混账事啊？你看，我说那么两句，你又急。果然啊，这没娘的孩子呀，就是没人疼。父王这狮子大张口的本事，整个大齐都是无出其右啊！行，都给你。行，那我们先走啊。哎，这外面雨大，你现在回府，我还要临事，今晚在侧殿休息吧。多谢父皇，多谢皇祖父。你就在之前，秦王造屋，与宫女有私，经核查，乃皇后所为。着即日起加封秦王，废除皇后之位，钦此。真相终于大白，我也终于能一雪前耻了。退朝。真想不到啊！是啊，当年要是顶住压力，将家中女儿嫁于秦王，如今岂不是水涨船高啊？可惜啦，不知现在府上适龄姑娘，秦王考不考虑呀？这也说不准啊。如今的秦王府只有福安郡主这么一个小娃儿，若是能够有幸成为秦王妃，那以后谁又在背后骂本我？十有八九是东宫，也不知道这东宫何时迎娶长陵啊？我还等着送喜呢。沈大人，如今你是高升了，名声也在京城大噪。哎，你家没把你供起来？说到这儿我就来气，竟然有媒人登我家门。媒人？不是，你大哥已经成婚了，你们家也没待嫁的姑娘。是来找我的，说要给我说媒。找你？有人能看上你啊？笑什么？喂，我好歹也是个正四品官员，只是当年他们看不上我，如今又想把女儿塞进来，晚了。那是。王爷，我觉得你好像也快了。一个极其得宠的王爷，应该不少人盯着王妃这个位置。王妃个屁！王妃，当年哪个人没有骂过我？如今啊，还想嫁女儿来沾我秦王府的光，不投你那行。我们真乃知音呐！可惜，拼的盒子。还是不打扰父王和沈父子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时候找上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说的一点没错。这批错了，改一改啊！都敢跟我说话。养爹手册第12部：隔岸观火。表
表哥，你终于肯来娶我了。走吧。今日是大凶之日，太过分了，就如此羞辱我们！你在大凶之日举办仪式，父王一定会没事的。我要吸引这个负心子，一定与东山再起。一拜天地！这真是果然是大凶啊！冷血之人，又应该天打雷劈。二拜高堂！殿下，你的脸！叫太医，快叫太医！你们两个快把殿下扶下去！仪式继续吧。夫妻对拜。妾身一定会做好皇孙妃本分，早日为您开枝散叶。梅太医来了。殿下这是中风之兆。中风？梅老头，你可别乱说，这太子年纪轻轻，怎么会中风呢？的确是真的。太子啊，你放心啊，这不有没事的，只要你好好休息，就会好的啊。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一定是担心这个严明的婚礼是不是？你放心吧，严明婚礼啊也成了。是啊，我方才还听大嫂说，要尽快帮大哥开枝散叶呢。二弟妹，二弟这情况就只能辛苦你了。二弟放心，朝堂上的事儿由我们兄弟帮你担着，你不用操心啊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大喜的日子，走吧。啊，不用操心。照顾好殿下，本宫有些头晕，先回离园了。想让我留在这儿伺候你，做梦！皇上，启禀陛下，太子中风了。什么？中风了？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能中风呢？哎，这今天也太邪乎了！回皇上，今儿个是今年最凶的日子。呀，当初这日子谁提的？也不提醒一下皇上，未免也太不上心了。哎呀，父皇，看来这二弟一时半会儿也是好不了。那这朝堂上的事儿，您打算怎么办呀？哎，
我呀，哎，你最近批折子已经颇有心得，你就管好你户部和兵部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准备交给老三、老四去做。父皇，这老三、老四啥经验也没。枪打出头鸟，你不懂啊？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去做，那老三、老四干嘛？总得分散他们点精力，要不然你们秦王府可得小心。哦，父皇，您的意思是？儿臣明白了，儿臣多谢父皇。如今东宫越发不成样子了，闹出这样的丑，百官心里对于东宫想必也颇有微词。我也该做另外的打算了。列位看官，话说这朝堂之上，诸位文武大臣是吵得不可开交，那兵部和户部如同烫手山芋，谁也不敢接。正在此时，秦王站了出来。这秦王惨呐！当年被在听什么呢？算计，这在干嘛呀？孤苦伶仃，一个人到这是郡主特意请来的说书人，把你当年之事都变成了话本子。说到当年呐，这秦王说了什么呀？不会一会儿把我给说走了吧？您别说，听着你还真惨。父王，为了让大齐百姓们对你改观，我便想到这么一个法子，这老百姓能迅速改变秦王大家对您的印象。等日后父王若是做出什么功绩时，也让他们去唱，要让整个大齐都知道我父王有多威风。阿欢，你放心，本王一定会做出一番功绩的。那个书给我。你这儿说的我都不够惨，当时我是被人骂的，是家门都不敢出，以泪洗面，这一定要加强一下。还有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当时的东宫可虚伪了，你这说的都不够明显。郡主啊，这个能不能让王爷多批批折子呀？不止父王，我也要把夫子的才情编成话本子，让他们去唱，好好为你争口气。我有吗？那当然了。你这说的都不够明显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前面先把我这形象拔高，有多高啊？后面可惨，再拔下来。哦，有反差，大家才会喜欢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主要就是真实，我就是这么惨。夫子和秦王府本就是一体的，等日后夫子若是做出什么功绩时，也得请戏班子到处上，要唱遍整个大齐。在整个大齐唱遍，这可是可以单开族谱的机会啊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没有。我想想，我还有折子没批，我先去批折子。文武百官吵的是面红耳赤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一个人，你们猜是谁呀？身披锁子连环银叶甲，此人就是秦王殿下。秦王殿下一出来父王，文武百官立刻就不敢说话了。不会被认出来吧？这两步都是烫手山芋，放心吧，谁也不这地方那是要接给谁呀？肯定不被认出来。秦王殿下，是不是？老百姓都说秦王长两步，米面堆满屋。秦王二话不说呀，这场改天动地的变革将拉开序幕。原来我们这么多年都错怪秦王了。
你想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秦王的纨绔从始至终都是假装的，只是为了在继母手底下讨生存罢了？造孽呀！元后嫡子本来该有大好前程的。啊，阿欢，其实父王我并非纨绔，并且都是我假装的，本王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既然王爷可以假装纨绔，那我们沈清平也是。没事没事。父王，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呀。父王会给我讲史书，还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各位老少爷们，有权的这都是这样的吗？没钱的捧个人场啊！哎，对，多谢多谢。阿欢最懂我了。父王，我决定要更加的用功，让唱戏的唱的都是秦王，英明神武。这效果会不会有点太好了呀？于是秦王后续再立何等新功，请我下回分解。王爷，齐王府来人了。齐王府来的是谁啊？回王爷，是齐王妃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大哥，沈大人，四弟妹今日来，所谓何事？是母妃让我来问问大哥，可否有娶妻的打算？沈家有个待嫁的姑娘秀外慧中，若是大哥愿意，申家，本王若是没猜错的话，申花儿。本王记得当年申家人是想把她嫁给东宫，申花儿不是天天往东宫跑吗？这实在是没有的事儿。花儿只是过去陪戏演。四弟妹，本王就直说了，本王没有打算娶妻，就让梅妃息了心思。看见了吧，看见了吧，春条，这些现在想把女儿嫁给本王的，都是些存着心思想害本王的，就是想利用女人，让本王懈怠，回到之前的状态。哼，本王岂能上女人的当？女人只会影响本王建功立业的速度。王爷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今晚就回府放话，那些上门的女人一概不见。女人只会影响我升官发财的速度。对，不能要女人。看书，看书。皇上，国事要紧，您也要顾着自己的身子。你有心了。最近一切都好吧？都好，臣妾和齐王府都好。臣妾，皇上，如今秦王的冤屈已经洗清了，臣妾想着秦王府里也没个吃冷吃热的人，咱们也是时候给秦王好好选个王妃了。秦王的事情就让秦王自己做。臣妾瞧着最近去秦王府想要提亲的人都被赶出来了，那就是秦王自己不想娶妻。若是没什么事情，回延禧宫去吧。皇上，娘娘请吧。娘娘。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下人！本宫的手脚动弹不得，别想饿死本宫！拿饭来！
本宫的孙女可是福星，本宫一定能够重掌大权的。皇上，皇上，我们夫妻几十年，难道一点情分都没有吗？求求你，看在我年纪轻轻便嫁给你，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，生儿育女，朕连个公主都没有，谈何育女？跟我说育儿年幼，需要自己人的庇护，才能平安长大。可是你呢，却比任何人都狠毒。朕没见过如此蛇蝎心肠的女人。我狠毒，我蛇蝎心肠。世间哪个女子不希望夫君心里只有自己一人？可皇上的心里自始至终只有姐姐。但凡我派人告诉宋玉病了，皇上便会放下所有的事情跑来坤宁宫。可是我的灵儿呢？你只会让梅之礼过了。你爱自己发妻之子有何错？玉儿是芬儿的孩子，自然跟其他人生的孩子不一样。若非当年我算计了宋玉，只怕是这太子之位也是他的。看来你现在还没搞清自己的位置。你之所以能当皇后，那只不过是我想给玉儿找个养母而已。玉儿是朕的嫡长子，继承大统那是自然。皇上，不可废太子啊！万万不可呀！灵儿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无论是读书还是习武，他都不曾怠慢，这对他来讲不公平。宋玉无子，性子乖张，难以成明君，皇上三思啊！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吴起，皇上，你死后，朕会把你葬入妃里，这也算是朕对你最大的仁慈。我不喝。灌下去。是皇上。皇上，娘娘，还是你自己来，这样才体面一些呀。皇上，求求你，皇上，今日是芬儿的忌日，正好拿来做祭。王爷，静思宫那位没了。怎么没的？听说皇上去了一趟静思宫，出来的时候人就没气了。皇上下旨，按照嫔妃的规矩入妃里。父皇总算是做了一件英明神武的事。听说废后临死前四肢不能动，这四肢有跟没有毫无区别。上天待我不薄啊！上辈子我被砍断四肢，这一世皇后临死前四肢也动弹不得，真是爽快。母妃也真是的，被降为侧妃后就不管父王了。我和妹妹还要念书，谁也没空一直守着父王。嬴政，你的意思是整个东宫就我一个闲人吗？夕颜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大哥，我得去女学了，我可是福星啊，大哥不会忘了吧？好，大哥知道夕颜今天受委屈了，你俩先回去休息。二哥，
我们方才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？夕颜，难道你想每天伺候在父王身边，替他擦嘴角的口水，帮他翻身？不是我们不孝，是我们身上的课业太重了。我可不想费心费力的伺候父王。大哥如今让他多尽些孝心，传到皇祖父他老人家的耳中，对大哥也有好处。二哥说的对。父王，皇祖母生前多么疼爱夕颜和颜征啊！方才我也瞧见了，他们连一滴眼泪都没落。如今他们不愿意伺候你，那孩儿愿意。父王，方才我问过梅志礼，他说父王中风之症有60%概率可以痊愈，再加上夕颜是福星，有他的福气，父王一定能早日康复的。到底怎样才能建功立业啊？本王就算把这个书看出个花来也没用。父王怎么这么着急？阿欢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帮戏班子现在唱来唱去，就是唱本王被冤屈那一段。本王怕他们百姓早就听厌了。我还小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建功立业。不过我想沈大人和顾将军一定知道。什么？我爹？不可能。沈大人在文人之中颇有名望，顾将军在武将之中战功赫赫，这2位身上都是有功绩之人，问他们肯定没错。迎春，再多找一些戏班子。是。顾将军，哎，顾将军，不必。我就是想要问一下，如何才能快速建功立业？单枪匹马取敌将首级，是武将最快能建功立业的法子。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法子？以少胜多，打下一场漂亮的仗。那个，本王刚想起还有别的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有建功立业之心，皇上若是知晓，定当极为欣慰。沈大人，我这每日都在读你的批注，实在是好没意思，而且这埋头苦读的，本王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水平究竟如何。臣倒是有一计。说。科举。科举？不是，本王堂堂王爷还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啊？不去。王爷稍安勿躁，且听臣言。天下读书人唯一的青云梯便是科举。我沈明文能有今日的成就，皆因当年高中状元。若是秦王也能高中状元，那便是天下读书人之最，名扬天下，万千学子宠敬。难道这不算立业？大齐有状元游街的惯例，当年那一日是臣此生最为风光的时候。有此一刻，臣此生无憾。科举好，科举好，本王要参加科举考试。哎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王爷呀，你知道科举的流程吗？流程啊，科举要啥流程？这科举坐下考试不就行了吗？要是王爷能考中状元，我沈清平直接跑到迎春楼里，大喊3声我是蠢蛋。
要去科举啊，沈父子说这科举是条好路子，本王打算试试。哇，拿回是不是就有一个状元父王了？那简直真是太风光了！啊，状元父王。事已至此，祝王爷好运吧。又给朕惹什么麻烦了？儿臣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父皇。什么好消息？儿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。父皇让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要去参加科举呀？啊？不准！啊？为何呀？我为何不准啊？你去参加科举，哎，万一连个秀才都没考上，那朕的老脸往哪搁呀？再说了，你从古至今听说过有王爷去参加科举的吗？父皇，你就这么不相信儿臣吗？但凡你当初要是少气走一个夫子，那朕就允你啊。那这样如何？父皇，我隐姓埋名去参加考试，若是高中，我再以真实身份示人；要是落榜了，也无人知晓。你真就要去科举？要去。那户部和兵部怎么办？父皇放心，这无人知晓我去参加科举考试，而且户部兵部也不会耽搁。这不是还有沈清平帮着我吗？父皇放心，儿臣恳请父王给儿臣一个机会。儿臣想让世人改变对儿臣的看法，让大家知道，父皇的嫡长子绝非一个纨绔无能之辈。好，好，说得好，朕就允你。这是昨日秦王找我要的书。沈大人，我家郡主特地感谢您对王爷的礼物。郡主还说，日后恐还要劳烦大人。这些薄礼，请您一定要收下。难不成昨日郡主让王爷找到本官？在找您之前，王爷去了顾府。郡主说，您和顾将军一文一武，乃是大齐栋梁之才，请教您二位最为合适。郡主聪慧，本官自愧不如啊。原来秦王的改变都是因为郡主。沈清平如今是郡主的夫子，我沈家发达了呀。这也不知道谁定的规矩，一定要甲子班的弟子才能参加10月的魁首大赛，害得阿欢是好几宿没睡好觉了。咱们郡主打算从丙班直接跳到甲班，自然是要费些力气。我去给郡主倒些参汤来补补。阿欢，本王都去查过了，这甲子班里的学子没有一个是简单的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本王昨日在皇祖母陵前求了一宿啊，保佑你抽到一个最弱的。父王，我昨日也去求皇祖母保佑我抽中宋希言，不过我可不是因为宋希言弱才想抽中他的。按照女学的规矩，若是我抽中宋希言而赢了，宋希言就会被替换去丙班。哦，加油！儿
真是侯祖母保佑。福安郡主抽中了2郡主。九爹计划第13步，镇守千阳。真是不巧，大姐和二姐竟然成了对手，这不就意味着大姐和二姐中间肯定有一个人要去丙班了？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我再不济也是会到乙班，二姐姐可别到丙班去了。今日有3道题，限时1个时辰。现在开始。前2道题目倒是正常，都是由书中拆解而来。只是这最后1道题，竟是一道策论题。大齐的策论都出现在科考和君臣对谈之中，为何女学的快班考试也会有策论的题目？前世宋延龄几人靠着我写出来的策论，一步一步得到元佑帝的青睐。没想到这一世，我这么早便要写策论了。只是这一次，我是为了自己而写。这题夫子没讲啊，不会啊。沈清，你这亲自给女学出题，会不会出的太难了？别把阿欢给难倒了。皇上放心，那道策论破题之处极多，很是简单。不对，郡主今年只有10岁，距离被寻回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似乎出的题是有点难了。批阅试卷需要时间，结果会在3日后公布。下学。看来大姐是胸有成竹，二姐危险了。三妹妹，你最近话好像比之前多了，心是大了，只是这胆子嘛，好像还跟之前一样。治水3策。怪我忘记郡主只是个10岁的小娃娃了。哎呀！沈清，我皇家真是……皇上，郡主年幼，况且第一次参加策论，答得不好也可以理解。哎呀，我皇家真是出了个天才呀！哎，沈清，你快过来看看啊！条理分明，引经据典，甚至在文章上比秦王抬轿。读书年龄不分大小，作为破题题，美中不足的就是文笔稍显稚嫩。不过，一个10岁的娃娃，若是文笔老练，那才奇怪呢。好，真不错。好啊，皇上，郡主天赋异禀，父让臣亲自教导。郡主的文学定会超过朕。若是朕记得没错的话，阿欢的夫子好像是你家老三吧？哎，
前那混小子在学术上是一窍不通，我怕耽误了郡主，对不住了呀，儿子。这件事情朕得想一想，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福安郡主到。皇上，福安郡主来了。孙女拜见皇祖父。皇祖父，这不是我方才画班考试的试卷吗？哎呀，阿欢呀，这次跨班考试跟你们3个郡主都有关系，所以皇祖父命人把试卷送来瞧瞧。那孙女答的，皇祖父可还满意？太满意了。哎，阿欢呀，皇祖父，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好呀。哦，真对。真好。阿欢在策论上颇有天分。那孙女一定是有幸继承了皇祖父您的智慧。您每日上朝，批奏折子，处处都是策论。天子就是在策论上最有天赋的人。皇祖父，您说对不对？阿欢说的真对。皇祖父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我抽身而来，不能只靠一张和皇祖母相似的脸来获得皇祖父的宠爱，皮肉之想恐难成就。所以我看到试卷时，便赌策论一题并非出自女婿夫子之手，虽答得有所保留，但也发挥出了10之6气。如今看来，我赌对了。皇上亲阅了郡主的试卷，假扮学子的身份，郡主当之无愧呀。皇上很有口谕，以后让沈大人指导郡主的功课，连同王爷科考一事都不可外传。不是，我不就是沈大人吗？外面都知道我是郡主的夫子，为什么要瞒着？皇上的意思，沈大人是令尊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沈大人的意思。我要去找我爹理论。爹，你为老不尊！村长东西，祠堂种地，你也敢高声乱喝？什么事儿？你好意思问我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抢走我徒弟？你沈状元，座下门生那么多，我可就这一个徒弟。你是说，皇上大人让我教导郡主了？您高兴什么？爹，您这事做的不厚道，我不同意。此次皇上亲自批阅了郡主跨班考试试卷，答得比你好不知道多少倍。更何况，你依然可以教导郡主琴艺，有何不妥？可是，皇上金口玉言，此事改不了喽。唉，等你的学问足够教导郡主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把你的徒弟还给你。不就是学问和策论吗？我会从书中习得学问，也会从折子中学得策论。等到我学成那日，你可记得信守承诺。
君子一诺。烦死了！好啊。宋时欢和宋希龄都进入了甲班，而顾明珠挑战失败，下学。二姐，要不要我给你收拾东西？不用。今日的耻辱，我宋希言一定铭记于心，将来以数倍还之。这父皇怎么回事？这也没见以前对我教导这么上心啊！我跟你说话呢。好书，这真是好书啊！我得先让人临摹一份，日后啊，我可得好好翻看。装什么？哎呀，王爷，你也读一下吧。啊，不然日后郡主跟你对策论，你答的还不如郡主厉害。我能比不过小孩儿？我郡主的策论可是上等，你懂什么是上等吗？历来只有状元的策论才是上等。我女儿就是厉害。对，我徒弟就是厉害。谢谢，我也临摹一本啊。是。你要不先让我看？孙儿参见皇祖父。李之林，太子的病还能好吗？皇上，6成机会能好。大皇孙，求您救救梅香！方才御医给梅香探出了喜脉，可皇孙非说她还未有嫡子，不能先有庶出子女。现在正要给梅香灌脱胎药呢。住手！凤凤，太医。这胎降略微有些不稳，不过吃几服药就好了。殿下竟然问了个贱人，说妾身是疯妇。自从新婚夜后，殿下从未进过妾身院子，如今反而把这贱人肚子当个宝，殿下莫不是昏了脑子？闭嘴！若不是长灵儿生不何至于想肚子的问题？到时候生产之时，取我留子，把孩子留在长灵儿门下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有嫡子。只可惜长灵儿这个女人蠢得像猪一样。叶明，皇祖父，这个孩子当真要吗？是。皇祖父，既然他宠妾灭妻，求您就随心做主。这件事情朕可管不了。既然这样，朕找个人帮你管。拜见皇上。平身吧。你可曾婚配啊？臣女未有婚配，一切全凭陛下安排。同夕颜有旧交，又有梅妃做主，正好可以管住东宫。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太子妃人选吗？如今只有秦王未婚，没想到我没嫁给皇孙殿下，居然误打误撞要嫁给秦王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大哥，他们都欺负我，把我挤到了丙班。宋时欢那个野丫头怎么可能答得比我好？我之前是怎么忍得了的呀？
唱宋时欢的诗句，他们都不给我唱，分明是有鬼。够了，苏夕颜，不要在这里打扰父王休息，要哭出去哭去。大哥，我可是福星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夕颜，是大哥错了，我现在没空哄你，去找颜中去吧。郡主，请吧。大哥怎么对我也变了？郡主，奴才觉得，好像自从福安郡主被找回来以后，东宫就变得极为不顺。是宋时欢克东宫，可奴才还是觉得，福安郡主运气极好，连带着秦王也跟着得了户部和兵部的差事。可咱们郡主如今都沦落到女学的丙班。奴才誓言，只是觉得好像咱们二郡主运气好像太差了些。当年测天命的时候，一共有2个孩子，难道说宋夕颜是灾星，宋时欢是福星？大伯，我想见见阿欢。阿欢课业繁重，正在看书，不见我就见一眼。我有什么好见的？大皇兄，还是请回吧。欢，我接你回家，别碰！大皇兄糊涂了，这里才是我的家。不是的，阿欢，是母妃和父王的孩子，是我的嫡亲妹妹，是东宫的希望。田明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上次没下，就翻出族谱让你看看，阿欢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大伯，今日一定要把阿欢带走。是你们东宫不要阿欢了，现在和心肝还要不做敌我为质，如今他养的像花儿一样，在手里打摔，还在嘴里套话。听跟我说，你要把他带回家。我告诉你，不在的地方是阿欢的家。哎，王爷，别打了，王爷，再打下去，挨打的就你们了。大伯，我得。阿欢别怕，没人能够带你走。谢谢，叫几个人把皇长孙送回东宫，就说他今日找父王麻烦在先，是他咎由自取。是。父王，你疼不疼？不是父王的血。阿欢，不用害怕。讲爹计划第14步：擒贼擒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宋延明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啊？对郡主的态度变得也太突然了，跟之前东宫侧妃一样，突然对阿欢改变了态度，就像血腥革命了一般。我不喜欢东宫，无关他们对我是何态度。我和东宫有着隔世的血仇，这一世我是来报仇雪恨的，可不是要跟东宫重修旧好。我要把这些人一个个送到18层地狱。女王大人，定是严明又跑到秦王府惹事了。听了秦王府的小厮说，是大皇孙先跑去秦王府找郡主的麻烦的。什么？太不像话！阿欢没事吧？福安郡主无碍，大皇孙都成这样，郡主能有什么事啊？皇上的心是不是偏得有点太厉害？看来太子妃之事迫在眉睫。你去把沈花儿叫过来。是。
拜见皇上。听梅妃提到过你，是个不错的孩子。皇上对我如此满意，想必我进秦王府的事儿。吴起，拟旨：申家女秀外慧中，体型端正，特指为太子妃，择日完婚。是。不是秦王妃吗？怎么是太子妃？申小姐莫不是高兴傻了？还不快快接旨！臣女接旨。这下别再给朕闹出什么乱子了。东宫，你们莫不是听错了？应该是秦王府才对。回娘娘，就是东宫。母妃，其实太子妃远比秦王妃要聪明。住口！你懂什么？太子已是强弩之末，秦王才是前途光明。总有一日，我要让这个老婆子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快醒醒！大哥，你快醒醒！大哥，大哥，你醒了？大哥，你怎么突然跑到秦王宫了？秦王宫把你打成这样，肯定是宋时欢那个野丫头。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替你报仇。闭嘴！以后不许对阿欢无礼。大哥，你怎么也跟母妃一样，被那个宋时欢灌了迷魂汤了？我才是你妹妹啊！母妃当年怀的双胞胎，所以阿欢也是我的亲妹妹。还负心吗？你带来这么多祸事，我倒觉得你才是个灾星才差。大哥，你之前明明最讨厌宋时欢了，说他是东宫的污点，现在你究竟是怎么了？不好了，殿下，不好了！皇上为东宫娶了一个太子妃。是皇上指了申家小姐为太子妃，还让贵妃娘娘抓紧筹备，择日完婚呢。大哥，如今我父王还在朝上，如何完婚？皇上金口玉言，就算是跟只鸡拜堂，那也得完婚呀。神话，原来你接近我是早有企图。怎么说的？你说呀。兵部123000。王爷，将士们日日操练，不可有半分懈怠。今日正好在兵部，我带您去看看吧。说的也是，这本王还没见过他们呢。如今掌管兵部，去跟将士们打声招呼，要不然将士们都不认识本王。王爷，这大齐上下就没有人不知道你秦王的大名？真的吗？本王你这么有名吗？只是名声好坏不可说罢了。我从小既不喜欢读书，也不喜欢舞枪弄棒。要是一会儿有将士们想要跟我过这种怎么办？我真的打不过。师父说过，你缺少一次真正上战场的机会，把我浑身上下的本事施展出来。今日去看兵部将士操练，就是迈出的一大步。今日咋着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回去？再不逃回家，这是有什么好？还不拜见秦王，拜见福安郡主。
拜见秦王，拜见福安郡主。陆将军，他们这是……东宫掌管兵部以来，长期征战，将士们深感疲惫，怨声载道，甚至克扣军饷。什么？这将士都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怎么能拖欠军饷呢？太监昏庸，将士们苦不堪言。他们是大齐的功臣，不会让将士们寒了心。将士们，你们曾用血肉之躯筑起城墙，杀得敌军闻风丧胆。可现在呢？你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军饷被克扣，尊严被践踏。太子无道，欠你们的，我和父王来还。秦王府的金银财宝即刻装车，3日之内，军饷必到。你们的子女在这里，你们的土地在这里，你们的祖先也在这里。将士们，告诉他们，大齐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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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王，您也跟将士们说几句。您不是说您最敬重打仗的将士们吗？将士们，我是秦王宋玉。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一直都知道，正因为有了你们，大齐的疆土才没有被侵犯，大齐的百姓才能安枕无忧。我打从心底里一直都非常的敬佩你们。今日我以茶代酒，敬诸位一杯。大齐万岁！大齐将士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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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王居然说大齐将士万岁，还以茶代酒敬我们这些平民百姓。这是哪个不长眼的说秦王纨绔？这明明是难得的好王爷啊！是啊，皇亲贵胄高呼将士万岁，秦王，我跟定你了。这对吗？这还是我认识的王爷吗？皇上，秦王和福安郡主来了。皇祖父，您是不知道，今日父王在兵部有多威风。去兵部了？就你这气焰，去了兵部能嚣张得起来？父皇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阿欢，你给皇祖说说，本王今日在兵部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啊！大齐万岁！大齐将士万岁！不是，这个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？哎呦，朕听了都想横刀立马，再去战场上杀个片甲不留。在下不才，
只能想出这样的话来。父王好像飘了呀，把画本子上的话都搬出来用了。说话少看画本子。父皇，就说吧，这表现怎么样？你呀，要多去兵部，去兵营看看，让那些将士们都能记得你呀。知道了。我能肯定，皇祖父现在心里有了重新立太子的心思。就这么简单的2句话，之前没人说过吗？因为大家只敢说皇上万岁，没有人敢说将士们万岁呀。这有啥不敢说的？王爷，你现在说话咋这么欠揍呢？这要换其他人，给他10个胆子，人家也不敢说呀。你说，我不敢。你说，别问我。姑姑，我能不能不嫁？我不想嫁给太子。抗旨不遵是要杀头的。我跟你母亲特意多备了些嫁妆，让您在太子府傍身。一定要照顾好太子，只有太子的身子好起来，你才能活得好些。我这辈子怎么这么苦啊！严明，本宫方才问过御医了，御医说你再养半个月就能好起来。多谢娘娘关心。严明，你我之间不必如此说理。本宫今日来是想告诉你，皇上恐有废太子之心。本宫身为太子妃，和你自然是荣辱与共。沈家刚被父皇敲打，我们现在只能自己想办法。我如今都这副模样，我还能怎么办？科举。自古皇家子孙就没有参加科举的先例，更何况我没有合适的夫子。是，没有嫡出子孙科举的先例，可庶出和旁系子孙却有。常家虽获罪，但交往过的世家众多。若是侧妃愿意替你周旋，定能请来一个好的夫子。让我想想。严明，大齐能容忍一个中风的君主吗？是啊，父王如果无法痊愈，江山必定易主。若是我能靠科举接近皇祖父，阿欢见我出息了，必然愿意回到东宫。严明说，他也知晓之前犯了诸多错误，现在想静心读书，来参加科举。什么？宋延明也要参加科举？这个混账，竟然想跟我抢状元！这个混账竟然还想着考状元，那我老宋家祖坟得冒多少青火？若是让严明也科举，这混账应该会对科举更上心些，说不准祖坟就冒青烟了。前世连个策论都得找我代写，若是没有高人指导，宋延明做个秀才也就顶破天了。皇祖父，我父王肯定比大哥强。阿欢说的对，尽管让他去考，
到时候你哭着回来，说我这个当大伯的以大欺小，欺负他。皇祖父，哥哥也需要隐姓埋名才科举吗？不用啊，他头上留的可是东宫的人。要是宋玉这混账考不上，丢的可是我这个当老子的脸，这能一样吗？必须隐姓埋名参加科举。去看看这宋延明到底水平怎么样，比如说去问问尚书皇的夫子，或者看能不能偷来他之前写的策论。是。父王还真是心里没谱。父王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宋延明当真会算计人了。唉，哪里还有功夫读书啊？您就放心吧。是啊，你说的没错。不过，本王还得好好勘察一下这个科举制度。发生什么了？宋延明那个小王八羔子，他也要参加科举考试。我看他就是跟我过不去，这次我非得赢他一把。不行，我还得去你神府请教一下你爹。郡主，咱们是不是得感谢东宫了？既如此，我也琢磨琢磨，看怎么给东宫一个谢礼。宋延明的性子可不像是自己能拉下脸科举的。申化儿又刚入东宫，这申化儿倒还有几分小聪明。连川，奴婢在。如今东宫正乱成一片，找机会安插几个咱们的人进去，或者拉拢一些东宫里，尤其是宋希言身边，还有楚王府、齐王府，趁着秀女刚进府，也一并安插进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郡主，延明，父皇答应了吗？答是答应了，可夫子的事半点没提，可见皇祖父丝毫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答应了便好。至于夫子，请侧妃帮忙物色一番。你是他的亲生孩儿，他怎会不向着你？母妃，嬷嬷，去开门吧。是。母妃，孩儿有一事相求。我如今降为侧妃，帮不了你。常家到底是簪缨世家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孩儿想考取科举，还求母妃替孩儿选一名学识渊博的先生。我帮不了你，你回去吧。母妃是真的帮不了我，还是压根儿就不想帮我？母妃当真是心硬如铁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愿意帮吗？宋延明，常家在你眼里究竟算什么？仅仅只是你青云直上的台阶，不用时就把台阶摧毁，有用的时候就想立刻垒起来了。不能太过自私。母妃就不自私吗？整日待在梨园里，也不为我们几个谋生，任由我们成为人人都可以欺负的庶子。倒是要看看母妃整日在梨园里做些什么。居然在为宋史官诵经入读。你可真是我的好母亲啊！花花也是我的孩子，我愧对于他，为他诵经祈福有何不妥？不对，你早就知道吸烟不是福星，对吗？为何不告诉我？为何？
竟不是血。严明，我看你是疯了！我是疯了。你若是早点告诉我，我会把阿欢哄回来，不会算计他的。如今东宫的福星落在了秦王府，这全都是你的错，你的错。素颜，可是你就杀了我，没事，你就给我滚！怎么可能？东宫的福星怎么可能会是那个野丫头呢？父皇，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储君？你问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储君？好，朕乃大齐开国皇帝，建朝之前战乱不断，百姓食不果腹。朕耐着性子，带领大齐经历数十年发展，如今大齐国力日渐昌盛。朕要的绝非是一个守成之君，而是一个深谙为君之道，能够带领大齐开疆扩土的明君。你可知道吗？这样看来，这宋灵确实不够资格。父皇，父皇，这人呐，不能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。你看看我怎么样？哎，你从小就不爱读书，兵法也不曾涉猎，你叫朕如何相信你能做到让朕满意的事情啊？恳请父皇教我。此爹可教也。